有打牌必赢的零牌送，有打牌必赢的零牌送，打牌必赢的零牌，真的？真的。假如给你一个逢赌必赢的机会，但代价是永远不能沾花惹草，你干不干？先别急着回答，因为看到最后一定会吓得你两腿发软。这是一部上映于42年前的邵氏经典，它将人心不足、蛇吞象的贪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演绎到了极致。故事开始于抗战时期，在当地有一座著名的大宅叫陶陶居，一对夫妻带着孩子，为了躲避日寇的追杀，慌不择路地逃到了这里。男人向陶老板求助，见他没有要救的意思，于是告诉他自己老婆是歌星阿花。是唱戏那个阿花吗？是的，她是我的老婆。阿花急忙掏出自己的积蓄，想要买命。陶老板暗想，小孩才做选择，人和钱我都要，于是便假惺惺地收留了二人。夫妻二人也不傻，看出陶老板不是好人，于是便想把他们的珠宝藏起来。这一幕恰好被藏在暗处的陶老板看到，当晚陶老板就引狼入室，把日寇大佐木村放了进来。木村当场杀害了丈夫和孩子，还玷污了妻子阿花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更狠的还在后头。等木村走后，禽兽不如的陶老板居然也来分了一杯羹。阿花并没有阻止，没想到3秒后，陶老板竟翻找起了阿花藏起来的珠宝。阿花见状就要阻止，结果被陶老板活活打死。从此陶陶居怨气冲天，怪事频发，最后整栋宅子的人都神秘失踪，成了一栋远近闻名的鬼屋。转眼间50年过去，陶家只剩下了一个独苗阿明，他还是个烂赌鬼，每次输的裤衩子都不剩。老婆阿美整天被他气得半死，而他的邻居杨教授恰恰相反，是个只会研究蘑菇的居家好男人。两家关系不错，阿明趁机向杨教授借了500块当做赌本。就在他想去回本的路上，被一个神秘的瞎子拦住，塞给他一个必赢神主牌，说只要诚心供奉牌位里的女鬼，就能逢赌必赢。阿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，拿着从杨教授那里借来的500块去翻本。好家伙，这玩意儿还真灵！阿明从此就像开了挂一样，直接自摸从没糊过的13妖。阿明知道瞎子是个高人，于是便带着礼物上门感谢。瞎子见他这么上道，就替他算了一卦。瞎子告诉阿明，千万不要做2件事，第一件就是绝对不能拈花惹草，否则必有血光之灾。第二件就是千万不要卖掉祖宅，要不然就会万劫不复。阿明把神主牌请回了家后，每天掷骰子问运势，显示输就在家里休息，如果掷到赢，阿明就能大杀四方。这天在马场，阿明赢得盆满钵满，人一有钱就飘了。之前那个唯唯诺诺的赌鬼，现在走路都带风。他老婆阿美也跟着穿金戴银，过上了富太太的生活。然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这句话简直是铁律。阿明的朋友天天在他耳边吹风，说拉斯维加斯的辣妹秀有多顶。一开始阿明还记得瞎子的警告，死活不肯去，可架不住朋友的软磨硬泡，说什么吃西餐不算破戒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晚的放纵将彻底葬送他的好运。吃完西餐，阿明买了礼物回来向神主牌赔罪，结果今天恰好是老婆阿美的生日。阿美见他拿这么晦气的东西回来，彻底发了飙。来庆祝生日的杨教授一家见状只能默默离去。半夜阿美越想越生气，直接就拆掉了神主牌。果然第二天神主牌就不灵了，3个骰子居然出了4个赢。他以为一切正常，没当回事，结果到了赌场，赌啥输啥，之前怎么赢的，现在就怎么加倍吐出来。他跟人玩梭哈，手握4条 A 以为稳赢，结果对方一张小牌凑成了同花顺，瞬间把他清空。阿明彻底傻眼了，不仅输光了所有钱，还欠下22万的巨额高利贷。债主找上门来，对着他就是一顿毒打，扬言不还钱就买好棺材。阿明被逼上了绝路，老婆阿美又气又急，唯一的办法似乎只剩下卖掉那间祖宅了。说到这，你可能猜到了，这间祖宅正是几10年前那栋闹鬼的陶陶居。为了帮老公还债，阿美只好求助于好友杨教授夫妇，把这栋凶宅以22万的价格卖给了他们。就这样，毫不知情的杨教授一家带着儿子乐乐开开心心地搬进了鬼屋。来看房子的时候，杨太太就感觉到了不对劲，觉得这里阴森恐怖，一进来就感觉好像被什么人盯着。杨教授是个崇尚科学的知识分子，对鬼神之说嗤之以鼻。然而怪事接二连三的发生，乔迁新居他们请来亲朋好友庆祝，杨太太去准备晚餐，7大姑8大姨就开始打麻将。杨太太一掀开盖子，好好的米饭竟然变成了蛆虫，吓得她哇哇大叫，还烫伤了手。可当众人进来查看的时候，却又恢复了正常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正有一个鬼影在盯着他们。虚惊一场，7大姑8大姨继续打麻将，可此时怪事就轮到他们了。胖妹自摸大四喜，可手中的牌和她自己都诡异的飞了起来。下一秒，麻将桌更是立了起来。众人见到这诡异的一幕，纷纷逃走。杨太太的母亲得知此事后，连夜请来了土地和开过光的八卦。可丈母娘刚走，她转头就给拆了，嘴里还念叨着封建迷信。结果下一秒，家里刮起一阵怪风，他的儿子直接被吹走。找回儿子后，杨教授还试图用龙卷风、气压、变化这些科学道理解释，但诡异的事情越来越多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诡异的玩偶抓着儿子乐乐跳进了院子里的水井，杨教授才慌了。报警后，警方在院子里的那口水井打捞了半天，却一无所获。杨太太彻底崩溃了，曾经坚信科学的杨教授也终于开始动摇。
他回到学校请教灵异教授范海辛。范海辛先是给他放了一段真实除魔的录像，然后拍着胸脯梆梆响，表示自己手到擒来。来到凶宅以后，范海辛准备好了驱魔3件套、大蒜、十字架和圣经。可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，这些东西在中国根本不管用。范海辛只好放下狠话离开。你不要走，我再多找些人来跟你斗。外国法师靠不住，只能找本土的。他们请来了一位名叫九姑的灵媒。九姑派出了自己的洋鬼去寻找他们儿子。经过沟通后，告诉他们，乐乐并没有死，而是被困在了另一个空间。夫妻二人一听儿子还有救，非常激动。当即九姑决定做法送杨太太过去救儿子，并且提醒他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如果回不来，那就回不来了。杨教授一听急眼了，找来绳子做好标记，只要时间一到就把妻子拉回来。结果杨太太一跳入井中，就来到了另一个空间。在这里果然见到了儿子，而杨教授做的记号根本不管用，他急忙往回拉绳子。九姑见状大惊失色，急忙上前阻止，可杨教授是个一根筋，根本不听。结果绳子断了，他开始埋怨九姑让自己妻子冒险。结果下一秒，杨太太就出现在大树上。杨教授急忙将她身上清理干净，带回了房间。杨太太苏醒以后，说出了前因后果。50年前，阿花一家3口被陶老爷害死后，就化作厉鬼留在了陶陶居。陶老爷家里幸存的人全部逃到了外地。阿花说这栋房子是陶家欠他们的，要求杨教授一家必须把房子恢复成当年的模样，然后立刻搬走，否则绝不放人。另一边，输红了眼的阿明竟然打起了歪主意。他得知杨教授儿子失踪，便冒充绑匪给杨教授打电话，企图敲诈一笔钱来还债。杨教授夫妇救子心切，便将之前在屋里找到的一箱珠宝中的一枚宝石胸针作为赎金。阿明拿到胸针后，一眼就认定是他祖传的，他赶紧找出奶奶的相片对比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自己就是阿花寻找的仇家后代，而那箱珠宝正是他爷爷当年谋财害命抢来的。阿明吓得魂飞魄散，但他贼心不死，竟然还想潜入鬼屋偷走剩下的珠宝。结果他雇佣来的小偷刚进到凶宅就撞鬼。什么事？你别让鬼啊！次日，杨教授一家已经按照鬼魂的要求，将房子重新装修回旧时的模样，并且烧了大量纸钱，希望他们放过儿子。结果下一秒，他们就看到儿子被一只厉鬼抓进了凶宅。杨教授眼疾手快，也冲了进去，可杨太太却慢了一步，被关在外面。杨太太向屋内望去，惊恐地发现丈夫和儿子正在上演着父子相残。杨太太想要开车出去求援，结果被一股神秘力量丢进了柴房。一杆粪叉突然飞来，将她钉到了墙上。见阿花这么不讲信用，杨太太怒斥道：下有主，你害我一家人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如果你再这样对我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这招还真管用，阿花放过了他们，去找陶老板的后人阿明复仇。阿明见到阿花后，魂都被勾走了。阿花一步步带着阿明走向深渊，等阿明反应过来想跑的时候，为时已晚。就这样一段迟来了50年的复仇终于结束了。看到这里，你还敢到处沾花惹草吗？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